拒绝用谎言反对谎言，真实自有万钧之力。大家好，我是 Neil， 欢迎大家来到真朋友杂谈第134期。这是一档每天30分钟带你看遍新闻真假、新闻事实检查的栏目，欢迎大家订阅。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第一条我们的这个真朋友 APP Very Real App 的投稿和事实查证，宗庆后家族遗产纠纷的完整时间线。宗庆后的家族财产争议呢，牵涉到2个家庭一是这个宗庆后与原配施幼珍所生的独女宗馥莉大家知道现在是娃哈哈的集团董事长。另一方呢是宗庆后与杜建英所生的3名子女宗纪昌、宗杰利和宗纪盛我们也跟了20多期了。然后呢，这个中国报道的措辞呢，3人自述为宗庆后与杜建英所生子女，香港媒体呢则直接称之为宗庆后的私生子女。那以下呢，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严格的来整理一下双方围绕宗庆后的遗产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关键事件。因为最近有一个判决书被完整的披露出来了，而且我仍然像我之前的观点，我倾向于认为是杜建英一方主动披露给媒体的，因为媒体都纷纷拿到了原件这个不可思议如果不是那个杜建英这一方主动有动力去披露的话，那么我觉得媒体不会说这么多的这个原始的文件他都能拿到所以呢我们现在来按时间线严格的来梳理。那24年1月底左右呢，宗庆后亲笔撰写过一份手写的指示，部署其家族信托的计划。他在指示中呢要求准备去香港汇丰银行为3个人设立信托，每人7亿美元这个网上截图已经到处都是了我们真朋友 APP 那个真友圈也是很多人在发布这个图片。那么信托的财产呢本金不动，只分配利息，受益人限定为本人、子女及孙辈不包括配偶。那并叮嘱先为长子宗纪昌、长女这个就是他私生的这个长女宗杰利办理，如果资金凑足再为次子宗纪盛办理。这份手写的文件呢完成后呢，交予了宗庆后指定的遗嘱执行人郭洪来保管那么24年的这个2月2号呢，宗庆后订立了2份遗嘱，其中一份呢涉及他名下特定的离岸资产未包含建浩公司以及其资产，另一份呢涉及其在中国内地的在岸资产。2份遗嘱呢都没有将任何宗纪昌、宗杰利、宗纪盛3原告或杜建英列为受益人的表示，而是将宗馥莉、施幼珍就是宗庆后的这个合法妻子，以及宗庆后的母亲王淑珍列为了受益人这里面王淑珍就确切的进入了法律视野了。那么遗嘱呢是指定汉坤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汉和这个娃哈哈的之前的一个高管叫郭洪为共同的遗嘱执行人。24年的2月2号呢，宗庆后签署了一份委托书，正式启动了家族信托的安排。他委托了宗馥莉以这个设立人、委托人的身份，分别设立3个境外信托，分别简称为信托 A、B 和 C。那么对应呢，将宗纪昌、宗杰利、宗纪盛3人及各自的这个子女设为各信托的受益人。那根据委托书及稍后的协议约定呢，这3个宗氏家族的信托的受益人只包括上述3人及其子女，且信托利益作为他们的婚前个人财产，不包括他们的配偶。那宗庆后呢要求这个宗氏家族的信托为不动本信托，即信托资产继续留存在香港汇丰银行进行固定收益的投资，只分配利息收益，任何人不得动用信托本金分配给受益人。那24年的2月2号呢，宗馥莉签署了一份中文的确认函，确认同意宗庆后上述委托书的内容，并据此成为这个就根据这个他同意了上述委托书的内容，他才因此成为了建浩创投有限公司，也就是建浩 Ventures Limited 这个建浩公司的唯一股东。那建浩公司呢是一家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 BVI 这个法律注册的离岸公司，原股东登记为宗馥莉，宗庆后本人呢是唯一的董事。那建浩公司旗下的资产呢分为了2部分，第一呢是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开设的这个账户资产，即准备用于设立信托的标的资产。第二呢是在高盛渣打瑞银工银中银等等其他银行开设的账户所持有的资产那么宗馥莉此时呢实际是替宗庆后代持该公司股权及上述资产的名义的持有人。那大家都知道2024年的2月25号这个25号呢，这个宗庆后就因病去世了。那么根据宗庆后生前的安排，其遗产由上述2份遗嘱执行。在宗庆后去世之后呢，建浩公司的名下有香港汇丰账户
里面有大约17.99亿美元的资产，包含债券和定投等等，我们昨天给大家解析过啊，折合约141亿港元。那么2024年的这个3月14号呢，中富力与中纪昌、中捷力、中纪盛4方签署了一份协议，就宗庆后身后的遗产处理事宜达成了一致。协议约定，三原告方确认宗庆后2月2号所立遗嘱合法有效，认可遗嘱中的所有安排，并承诺不以任何形式挑战遗嘱继承手续的效力。作为对价，那中富力呢承诺以建浩公司在香港汇丰银行在账户内的资产权益为三原告设立信托，共设立了3个信托。根据宗庆后的意愿呢，信托初始的规模定为每个信托7亿美元，三人合计21亿美元。信托形式呢为不可撤销的不动本信托，本金继续投资获取利息。那由中富力呢聘请专业团队着手设立。协议还明确了双方的责任分工中富力有义务按约完成建浩公司资产的信托设立，不得以这个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阻碍资产的交付。那三原告呢应该配合遗产继承的分割手续，不得妨碍遗嘱执行或公司经营。那此外呢，协议第9条约定，如果发生争议，应该向杭州市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因此，尽管协议各方认为协议受到香港法律的管辖，但是仍然约定由杭州的法院来诉讼管辖。那么24年的3月到25年的3月呢，在上述协议签署的1年内，那中富力呢陆续接任了宗庆后在娃哈哈系中的娃哈哈当中的这个各种各样企业中的职位。那根据工商信息显示24年3月份到25年的3月份期间，中富力呢先后给进入了超过40家娃哈哈关联企业担任了法定代表人、董事等等职务。那宗庆后生前呢持有的娃哈哈的集团股权呢，基本上逐步的转由中富力承接。那上述举措呢显示，中富力在宗庆后去世后迅速巩固了对集团资产和业务的控制权。2024年6月18号，宗庆后的遗嘱执行人之一陈汉律师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中富力的律师孙世奇就是他是敬天工程律师事务所的，很多的媒体只写了他的拼音我们现在有他的具体的事务所。然后呢，以及杜建英表示其团体已经准备好设立离岸信托所需的文件，并建议中富力尽快采取步骤：第一，建立信托架构；第二，在香港汇丰银行开立信托账户；第三呢，将建浩公司的财产划转至信托名下。然而同日，中富力的律师孙世奇代表中富力回复称，各方尚未就关键问题达成一致，第一步应先确定信托财产的范围，并就汇丰账户资产的价值达成共识。孙律师同时警告陈汉应该保持中立的遗产执行人角色，不要过度介入信托的具体工作。而2024年的6月25号7月22号到23号这2个时间点呢，宗庆后生前口头协议提议的委托的香港恒泰信托有限公司着手起草信托文件。而6月25号呢，恒泰信托的严文生很多媒体也是只有他的就一个严字那么他的名字叫严文生严文生呢发送了离岸信托的信托契约草案以及相关文件供中富力来签署。那7月20号到23号呢，严文生又陆续发送了将汇丰账户的资产转入信托的指示表格，并供中富力签署。然而2024年的7月20号到23号是最关键的节点，中富力未能，而更有可能是拒绝在上述的任何文件上签字，使得信托设立的工作陷入了停滞。2024年的8月13号中富力单方面更换了信托的服务机构。其律师孙世奇回复杜建英7月份提及信托进展的邮件称，中富力已经委托另一家信托公司 TMF 集团来设立离岸的信托，并且附上了 TMF 的费用方案，解释更换信托公司是因为对原先恒泰信托的服务质量不满意。而孙律师呢表示将尽快联系信托的受益人三原告收集所需的文件。然而这一举动呢引发了分歧，孙律师代表中富力与杜建英就更换信托公司的问题发生了争执。2024年8月的下旬中富力在处理信托事务的同时呢，正式接掌了娃哈哈集团的要职。当月呢，他出任了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承接了宗庆后生前所持有的娃哈哈集团29.4%的股权。那至此呢，中富力在集团的控制地位得到了法律和工商登记等等层面的完整的确认。2024年的9月至11月，考虑到与中富力在选择信托公司上的分歧，那中纪昌中捷力、中纪盛为避免旷日持久的纠纷，同意接受中富力更换后的信托公司 TMF。然而此后的2个月中，
离岸信托呢，这个离岸信托的设立依然停滞啊。那从9月底一直到11月初，原被告双方代表啊，包括原告方的律师是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徐业鲁和李晨，以及 TMF 公司的这个负责人黄女士等，通过微信反复讨论，并于11月12日举行了在线会议啊，传阅修改信托契约草案等等文件。但宗馥莉却始终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未能实质推进信托的成立。而香港法院的文件显示呢，宗馥莉在此期间还坚持增添对自身有利的信托条款，例如要求在信托契约草稿中写入由他担任信托的保护人，并拥有决定信托期限的权利，以及提议将他自己的子女也列入信托的受益人。而这些要求明显违反了委托书中仅限这个3原告啊及其子女为信托受益人的意愿。这一细节呢，没有在内地的媒体中报道中提及啊，但是呢，在香港法院的判决词中是有披露的。好，这是一个我们提供的比较独家的关键的信息啊，就是宗馥莉试图修改这个信托的条款，这样他才愿意签字啊。那么，2024年11月30号，宗馥莉方面通过律师向原告方确认汇丰账户内的资产仍然留存，称原告不需要担心资产的安全。此举被视为宗馥莉对协议义务尚在履行的表态。那24年12月14号呢，宗馥莉的律师张聪聪啊，他是来自敬天工程律师事务所，那么致邮给邮件给原告方，明确传达了宗馥莉对当前局面的5点立场啊。这个时候就翻脸了啊。第一，不承认宗庆后此前那份手写指示的法律效力；第二，不同意对信托契约草案做出任何进一步的修改。第三，将自身认为适当的节奏啊，按自己的这个认为适当的时间节点来继续推进离岸信托的设立。第四呢，将与信托文件内容直接相关的信息之外啊，就除了与这个信托文件内容直接相关的信息之外，宗馥莉没有义务回应原告方律师的其他要求。好，第5条，如果原告方采取诸如提起诉讼等损害宗馥莉利益的行动，则宗馥莉有权立即停止信托的设立工作。这是他单方面的5点表态啊。那么到了2024年的12月27号呢，宗继昌、宗杰利、宗继胜3位原告以宗馥莉未履行协议为由，向中国内地法院正式的提起了诉讼，也就是所谓的杭州诉讼啊。那么当日呢，3人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将宗馥莉列为被告啊，建浩公司列为第3人，请求法院判令宗馥莉履行设立信托的义务。原告的诉求呢，包括确认建浩公司名下香港汇丰账户中的资产为3原告享有受益权的信托资产，确认宗馥莉对信托资产负有受托管的义务，那么需要说明财产的去向，判令宗馥莉在一定的期限内履行手写的指示、委托书以及这个协约中约定的设立信托等义务，相当于将汇丰账户的资产兑现3份信托，每人7亿美元，并分配利息。判令宗馥莉支付以21亿美元本金计算的利息收益，以及赔偿这个擅自转移信托资产造成的损失啊，这个应计是108.512万美元。那么由于协议中约定了由杭州法院管辖，尽管原告主张协议应该适用香港的法律啊，但仍然选择在内地提起了诉讼。那2024年的这个12月30号啊，为防止宗馥莉转移海外资产，3位原告呢同日在香港高等法院根据高等法院条例啊第21M 条提交了申请，即所谓的原诉传票，要求呢香港法院协助采取临时措施，禁止宗馥莉及建浩公司处置香港汇丰账户内的相关资产。与此同时，原告方还申请了临时禁止令啊，作为临时传票，希望在正式裁定前先行冻结相关的资产。那2025年的1月3号，香港高院就原告申请资产冻结的临时禁止令举行了聆讯。审理过程中，宗馥莉一方承诺在临时裁决下达前，就是临时裁决的下达前啊，不提前或者抵押不提取或者是抵押汇丰账户中的相关资产。基于被告方的这一承诺呢，法庭当庭并未签发临时禁止令。2025年2月28号，由于案件管辖和诉讼材料方面的原因，杭州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原告对起诉材料做补充，3原告因此向杭州中院提高了修正后的起诉状。即便如此，截至2025年6月中旬，杭州中院仍然没有正式立案受理此遗产纠纷案。那到了2025年的6月16号啊，原告方之一宗继昌就在香港司法程序中提交了第2份宣誓陈述，即所谓的誓章啊。那么透露宗馥莉与原告一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那么宗继昌呢，在誓章中指称，宗馥莉对他们怀有严重的敌意，
那么一直在系统性的争夺家族资产的控制权，包括将娃哈哈集团旗下10家工厂公司据为己有，并将集团部分资产转移到个人的名下。那法庭允许宗馥莉随后提交宣誓书回应上述的指控，但法官表示这些指控对于裁决结果并无决定性的影响。那么2025年的7月8号，在原告多方努力和等待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向原告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并确认杭州的诉讼已经正式立案受理。这意味着宗馥莉与3名原告围绕着宗庆后财产的纠纷正式进入了中国内地的司法程序的审理阶段。由于此前管辖权的问题悬而未决，香港法院只能提供协助性的临时的救济措施。那25年的7月11号呢，香港高等法院就原告依据第21M 条提出的资产保全禁令申请进行了实质性的聆讯是内庭审理，没有这个公开审理。那么宗馥莉一方呢，在庭上继续抗辩，称其坚持其始终尊重宗庆后的意愿，并没有不当挪用资产的行为，而原告方坚持宗馥莉已经违反协议，而且没有设立信托，且有转移资产的这个嫌疑。那么法官在听取双方的这个陈述之后呢，择日宣判。那2025年8月1号这是终局，目前的一小段时间的终局就来到了。那么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林展成公布了长达43页的这个裁决书，对此遗产争议案中做出了支持原告方的裁定那么法庭颁布了这个非正式审理就是诉讼保全的禁制令，要求呢这个宗馥莉呢在杭州中院及浙江高院审理的遗产案纠纷案有结果之前，不得从建浩公司在香港汇丰的银行的账户中提取或转移任何资产，除非另有法院指令那么同时呢，这个宗馥莉被指令披露该汇丰账户的这个最新的余额、资产以及去向，还有周知的全面的账目。那该账户内的资产呢，自2024年2月2号之后或者之后，那么曾转予第三方，宗馥莉还必须提供相关的详细材料来说明。那根据裁决呢，截至2024年5月31号，该账户的这个资产净值为17.9906241225亿美元这非常精确那么上述禁制令将一直有效，一直到这个内地杭州中院以及这个浙江高院对遗产分配的这个争议做出最终的裁决，或者有新的这个法院的命令为止。好，那其实我们看自2024年3月14号签署至今宗庆后的财产继承风波呢，已经持续了近17个月之久。尽管香港法院的禁制令暂时冻结了这个境外的资产，但是呢，宗氏家族围绕上百亿元遗产的争夺案远未结束。宗馥莉与3名原告之间的法律之战，接下来仍将由这个主要在杭州的法庭上来见分晓。那么下面呢，我来说一点我个人的评论其实呢，这个宗馥莉真的是完美传承了这个宗庆后在达能事件中的人品当年老宗用各种体外循环支走这个企业的利润达能实在是看不下去。我这个有一点自己个人的评论这个充分体现了中国这种揠苗助长式的经济爆发的过程当中道德建设严重崩坏。在这样的中国，挣到大钱的人真是没有干净的其实你看到这个宗馥莉整个这个法庭这个判决书披露出来的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这种表现，对吧？他甚至之前自己都签字认可了之前的这个包括这个手写的指令这些东西，就认可了这个信托设立的过程。但是，一旦他开始这个完整的掌握了这个公司的权利，对吧？然后呢，包括这个对吧，清除他们的这些生产工厂说这些工厂是落后产能就是完整的体现出了他只是表面上签署了一个这个同意书，但是即使是自己签过字的东西，他也会就只要自己掌握了权利就不承认，对吧？这个就是充分的体现了这个所谓的目前中国所谓改革开放之后这些企业家惯用的一种这种行为模式真的就是这样，也是非常的无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看这个杨景元事件武汉大学这个事件，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人在关注我们真朋友的朋友圈也有非常多人在发。那么我们来看根据录音呢，就是我们这是投稿的内容根据录音杨景元要求肖明涛在这个公共场合做恶心事道歉，那肖同学马上请求了原谅，说自己一时冲动要求私了，答应帮助删除，应该是偷拍上传云端了。那写了道歉信呢，才发现杨同学不知道其偷拍，还做了改写。那从肖同学的反应看，这个肖可能是偷拍的惯犯。
其高中、大学同学也说他有前科，可信啊。然后该事件有这个视频、录音、道歉信证人，却被武汉的法官搞成了无法证明，进而又被网络报名，炒成了女权主义者诬告。中国真的是中世纪。好，这是投稿的内容啊，就是我们这个真朋友 APP 真友圈啊这个投稿的内容。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查证一下啊，为什么这个法官会说无法证明呢？首先是举证的标准与性骚扰的构成要件是什么？我们要这个仔细来看一下。首先，民事诉讼中，原告必须对具有性意图的骚扰承担高度盖然性的这个证明责任啊。那么视频呢，虽然显示肖某在桌下反复的摩擦下体，但法院认为抓羊解释无法排除。既然真伪不明，就按照疑点利益归被告啊来处理。那么道歉信和录音呢，被采信为愿意私了，承认做了下流的事情，却没有能精确地指出是哪一种具体的行为，是偷拍还是自慰还是拍照。所以呢，法院据此认定无法证明相关行为与性满足有关。那偷拍的这个线索缺乏技术的链条，录音里面确有帮你删掉之说，但是没有调取到任何的云端文件、上传的日志，或者是拍摄设备中的原始照片或者视频。我们缺少这个所谓这个数字取证的报告啊，其实是无法锁定偷拍文件的存在与去向的。那如果要证明偷拍，应该提供原文件或者是散列值，比如 MD5 这些证据啊。那么这个云平台的历史版本、操作日志、手机、电脑服务器完整的路径，以及时间戳与图书馆监控的对应关系等。第二呢，就是这个医学鉴定啊，被对方成功的打穿了。那皮肤科的诊断、购药记录、就诊照片显示，肖某患有这个特应性皮炎，身体却有长期瘙痒史。那法院将其视为合理的替代解释，进一步稀释了性意图的可能性。所以呢，这关于这个里面说的这个中世纪式的不公啊，那司法的困境啊，不等于没有路。本案的这个症结呢，在于证明性意图与偷拍文件两处链条。只要这个技术证据补上，受害者增多，证人到庭率提高，就能够显著的提升这个胜诉的概率。那结构性的问题呢，其实大于个案的恩怨的。校园的性骚扰案啊，这个普遍的这个难点是取证的时候，往往只有受害者单兵作战，学校和警方不具备这个像这个有一个著名的电影啊 ，Title IX 啊，就是这个整个这个事件当中那样专业的团队。那推动校内反性骚扰案的这个立法，引入第三方的调查，是改变疑罪从无困局的长久之策。同时呢，要慎用惯犯的标签啊，即便多名同学指称肖某有前科，在缺乏处罚和判决材料之前，仍然属于传闻啊。节目和文章可以引用，但是就加入这个据称，对吧？尚未获官方证实等限定语，避免这个反被告就是反而会被告这个以诽谤啊，这个会被告诽谤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也不能排除，因为他一直有皮炎，这个确实有医院的历史证明啊，不是他新发的这个证据。那么可能在之前就经常被这样误会啊，这个也是完全可能性存在的。好，那么一句话小结一下，目前的判决只是说证据链不足，而不是说杨警员诬告啊。那如果想扭转呢，从数字取证啊、医学反驳、受害者团结、程序监沟啊、程序监督这4个可以着手啊，仍有这个2审、再审或者是刑事的这个路径可以走。同时呢，我们要谨防啊这个情绪化的传播，让这个舆论战反噬了自身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个还有一个投稿啊，这个我们真朋友 APP 的这个真友圈，那么说武汉大学诬告事件真相啊，肖明涛同学在图书馆对女同学打手枪，被发现录视频并虚心写下道歉写下道歉信，还有其他女生也发现了啊，还有另外一个字条。那么这个富二代肖同学啊，开豪车校内超速飙车，带豪包背豪表啊，带好表背豪包啊，这个感觉一个手表能买我的命了。然后那个美术特长生获得保送资格，跳过高考直接上武大啊，还有这个我的董事长爷爷啊，肖同学可不像自己讲的那么抑郁啊。包括有报道说，肖明涛武汉大学足球场上的热血战士，武汉大学肖明涛电竞社的荣耀之星，王者荣耀的校园传奇，以及武汉大学赏樱花盛世，肖明涛积极参与风采啊。包括肖同学的这个第二汽车厂啊2汽的这个副董事长爷爷啊，肖同学经常说爷爷被网络舆情气死啊，这个应该是不是真的啊？然后呢，说2018年12月，一位2期的老同事曾经到访武汉，想拜访这个肖乐天就肖乐夫老人。然后呢，此时的肖乐夫老人已经因为旧病复发，住进了协和医院的 ICU， 每天插管为生。显然，一位年过80旬、罹患重病、长期卧床，在 ICU 里插管保命的退休老人，不太可能因为微博平台上爆发针对他孙子的舆论而导致精神刺激离世。好，下面呢，
啊，我们进入事实查证的这个阶段啊。我们来根据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判决书、主流媒体的报道以及公开资料的汇总，我们把事实以核查与尚存争议的信息逐一拆解啊，来让您去伪存真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取证与证据链的客观情况。首先，偷拍视频啊，这5段偷拍视频呢有事实性的确认啊，证明这个肖多次隔着这个裤子触碰大腿的根部，有不规律的动作。法院无法排除抓痒的解释。那现场为走廊加上公共走动区，缺乏明确针对特定女生的这个法律的约束啊。那手写的道歉信啊有2稿，这是真实的。手稿写是拍了姐姐啊，被杨当场认定不服。那改稿写做了下流的事啊，法院认为所涉行为语言不详，不足以自证性骚扰。那全程录音大约是16分钟，是真实的。那肖多次请求私了、删视频，承认犯错，但未言明具体的行为。法院采信了内容，但同样指向不明。图书馆的监控是真实的，还原了双方无互动啊，多人往返，支持这个公共场所的这么一个约束啊。那么病例加上5名医学专家出具了书面意见啊。那么2023年后，这个病例证明肖某患有这个特应性皮炎，医学意见称不符合手淫的动作特征，法院采信为合理的解释之一。好，那么关于这个富二代、官二代及家族背景的来龙去脉啊，肖的爷爷这个肖乐夫是东风原这个第2汽车厂的副董事长，这是属实的。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的官方史料显示，肖乐夫1997年7月到2003年11月任董事长，系集团的这个高管级的这个干部啊，这是柳汽70周年的专题，这里面有。那爷爷被网络舆论气死，那显然是一个存疑啊或者夸张的这个说法。那豆瓣或者知乎的文章指出啊，这个肖乐夫早在2018年就重病住进 ICU 了，那去世前长期卧床啊，不可能说2023年的网暴会是他的一个诱因。那说他的父亲是武汉某副区长，已经被当事官员公开辟谣。武汉新洲区的副区长啊肖新峰澄清与肖明涛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已经报警维权。说家里动用关系撤销处分啊，没有公开的证据啊。凤凰网的报道，武汉大学目前仍然没有撤销记过处分，校方称仍在复核。那我们来解读一下啊，家境优渥基本坐实，但与案件处理的这个期间呢，是这个处理时候是否存在直接的这个干预啊，缺少明确的证据支撑。相反呢，处分并没有因为一审的这个败诉而即时的撤回。那将爷爷去世归因于这个女生或者网民缺乏医学及时间线的证据啊。那么校园加分保送与人设炒作啊，我们来看他保送的路径啊，这个肖明涛高中曾经就读武汉外国语学校啊，这个学校啊，我也有大学同学是这个学校的啊，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全国叫这个具有保送资格的外国语学校之一啊，还有这个奶茶妹妹那个南外啊，南京外国语学校也是啊。那系外语类的特色高中，自主推荐保送，属于教育部的备案渠道啊。同时呢，他也获得了南开大学的录取资格啊，后选择了这个武汉大学。那官方没有披露他有这个美术特长生的加分。那只有早期的宣传稿对于美术特长有琢磨啊，但是呢，尚未发现舞弊的证据。而所谓的这个正能量通稿啊，这个微博有这个足球上的热血战士啊，电竞社荣耀之星啊，赏樱花展风采啊，都是校园微信以及公众号的自制推文啊，并不影响这个案件啊。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仍在流通的高风险的谣言有哪些呢？首先，这个女生是不是蓄意诬告啊？然后是不是有这个刑事责任啊？那刑法第243条这个诬告陷害罪需要具备捏造事实，意图使他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而本案为民事起诉驳回啊，并不是刑事报假案，所以不存在这个公安机关可以立案侦查杨警员刑事这个责任的，对吧？刑事追究的这个可能性。那男生多次偷拍这个偷拍的惯犯啊，有高中大学的前科，目前呢没有这个行政或者刑事处罚的文书或者文字性的证据，仅见于匿名的爆料啊，聊天记录截图，证据等级比较低啊，那这是一个未证实的爆料啊。而且我们也说了，由于他这个医院的证据，我觉得还是比较可信的，因为他是经历了很多年的时间啊，然后甚至还有一些身体的照片啊，打了马赛克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他高中的时候因为这个也遭到了类似的误解，这是有可能性的。那么法院确认男生没有任何不当举止啊，同样事实。判决书只说不足以认定性骚扰，并没有否定不雅行为或者学校已记过的这个事实啊。所以呢，我们觉得啊，我们还是要这个区分一下这个法律事实与社会评价啊。法院裁判只处理性骚扰是否成立，对于道德不雅，他不会做价值上的判断。
所以呢，我们应该避免把这个道德的谴责等同于刑事责任或者侵权的成立。那不同方的视角，杨景元呢有取证动机、对学校调查不信任的视角，肖明涛呢有这个皮炎病史，然后社交恐慌与 PTSD 的诊断。那武大方面呢，处分是因为平息舆情啊，复核的进度也没有公开。那这样呢，我觉得我们应该避免站队的这个指责啊，我们应该凸显这个学校制度的缺位、校园性骚扰举证难、救济渠道有限的这个问题。同时呢，谨慎处理家族与身世啊。这个爷爷确实是这个所谓中央企业的高管啊，但是他已经去世了啊。父亲官员说法呢都是辟谣了。那不要把血缘与案件处置直接划等号啊，可以反问到底是特权干预还是制度设计的这个设计导致这个门槛过高，对吧？这思考一些制度性的问题。所以呢，一句话总结啊，一审判决没有宣告女学生诬告，而是认定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这个性骚扰。那家族确有央企高管的背景，但迄今也没有公开的证据显示他们介入过司法或者校纪的流程。网络上流传什么富二代、官二代开挂被爷爷被气死等等，都是未经证实的啊。好的。那看到这里的都是真爱啊！欢迎大家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每天的节目了。那每一天东八区中午12点，日本、韩国下午1点，澳洲下午3点，新西兰下午5点啊。那我们录制的地方，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冬令时呢是晚上8点。然后美国东部和欧洲的朋友可以每天早上起来看啊。那欢迎大家加入频道的会员，一刀会，每月1美元带您看更多有价值的付费视频，也是基本上每天更新啊。同时也欢迎大家这个苹果应用商店搜索真朋友，然后安卓的 Play Store 搜索 Very Real App。我们的 APP 呢提供完全匿名的注册啊，不关联手机、邮箱等任何信息，言论自由啊。但欢迎大家在近2万人的 DAO 大群参与节目讨论，在真友圈啊自由的朋友圈给节目投稿，还有事实查证的功能啊，可以点一下这是真的吗？好的，那我们明天再会。